参见皇后娘娘，参见皇后娘娘，愿娘娘安康喜乐。平身，我叫江月样，前世加班猝死，胎穿来了这个世界。好消息是觉醒了系统，坏消息是那是个吃瓜系统。拜托，吃瓜系统有什么用？给我解闷儿吗？吃瓜很有用的好不好？一会儿本系统就挖点他们的大瓜震惊宿主。好吧，这也是我唯一的乐趣了。今日长公主邀大家赏花，本宫也来凑个热闹，不必拘谨。母后，我们正要以牡丹为题作诗呢，您得拿出彩头来。今日拔得头筹者，得这支凤钗。小瓜，快帮我想想有关牡丹的古诗。宿主，我是吃瓜系统，没有那方面的知识。看来我只能当一回文超更了。谁在说话？唉，回想那些事也挺累的。小瓜，说个瓜给我缓解缓解头疼。嘿嘿，看到你正对面那个姑娘了吗？礼部尚书的孙女儿林婉儿，表面温婉端庄，知书达理，私底下是个暴躁的母夜叉，经常把婢女打得遍体鳞伤。不会吧，这么残暴？我听我娘说，皇后娘娘有意选她为太子妃，这种人能母仪天下吗？皇后娘娘，臣女……林姑娘脸色不好，来人，送林姑娘回府休息。我去，我又没招惹他，他瞪我干嘛？果然脾气不好，你看我的瓜保真吧。他们怎么都在看我？我脸上有东西吗？各位姑娘的牡丹诗做得如何了？臣女献丑，请娘娘过目。他们是私底下排练过吗？怎么动作这么整齐？你是哪家的姑娘？回皇后娘娘，臣女江月样，户部尚书之女。陛下到！免礼，朕偶然路过，听说长公主在此设宴赏花，便过来凑个热闹，可是打扰到大家了？没有。这夫妻俩怎么回事？过来帮太子选妃找的借口都一样。但该说不说，太子殿下长得可真帅。皇帝可不是来帮太子选太子妃的，那他来干嘛的？他是来哄皇后娘娘的。哟呵，听起来是个大瓜。快说快说，陛下怎么招惹皇后娘娘了？哪来的声音？怎么如此清楚朕要做什么？你们这位皇帝陛下，别看他权倾天下，其实他非常惧内。惧内？怕老婆？小瓜，你确定不是在开玩笑？我从不开玩笑。皇帝昨天晚上被皇后娘娘踢下了床，皇后娘娘叫他滚，他就嬉皮笑脸的在地上滚了一圈，然后自己抱来被子，在皇后寝宫打了一晚上地铺。一派胡言！奇怪，陛下今天很暴躁啊。太子，你可有听到什么声音？父皇，儿臣听到有人说您昨夜在母后寝宫打……胡说八道！朕乃九五至尊，岂会做出这等事？父皇说的是，怕老婆能发财也不丢人。但我很好奇，陛下怎么惹皇后娘娘生气了？皇后娘娘可是出了名的脾气。有些少儿不宜，宿主确定要听吗？少儿不宜啊，那就更要听了。少儿不宜啊，那就更要听了。我们这位皇帝嫌弃长公主太调皮，想和皇后娘娘再造一个女娃娃。哼，母后。母后，你看儿臣现在还闹心吗？你们也能听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所有人都能听到。父皇，你的脸保不住了。夫妻俩一拍即合，连续努力了好几天。陛下一大把年纪了，还能不能生啊？能生是能生，就是有些力不从心。
皇后娘娘体验感不好，一脚把她踹下了床。这才几天，陛下就不行了，那还怎么宠幸后宫的3000佳丽？朕老当益壮。是，臣妾知晓。你们这个皇帝其实挺矛盾的，既专情又多情，心里只爱皇后一个人，却又宠幸了一个又一个女人，结果就是头上青青草原一片。什么？陛下被绿了？哪位娘娘这么不要命？陛下，朕倒要看看，究竟是何人如此猖獗。你们这位皇帝不仅被戴了绿帽子，还给人养了好几年的孩子。小瓜，这种级别的瓜，我们真的能吃吗？要是被陛下知道了，我肯定死无葬身之地。你们这位皇帝被人戴了10几年绿帽子都不知道，怎么可能知道我们私底下说的话？也是，那你继续说，那位娘娘是谁？奸夫又是谁？是婉嫔娘娘和太医院的卢太医。婉嫔娘娘，那桓王是奸生子喽？若是被陛下发现，母子俩都得死。桓王那么好看的人，死了怪可惜的。不是，11公主才是奸正子，桓王不是婉嫔娘娘生的，她是……张姑娘，臣女在。本宫差点忘了，先前的诗作我已过目，你所写最佳。尚姑姑把凤钗拿给江姑娘。谢娘娘赏赐。哇，这只凤钗好漂亮，看着就值钱，可惜卖不出去。原来是你。今日赏花宴便到此为止吧，本宫身体坏恙，先歇下了。姑娘，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皇后娘娘身体不适，便提前结束了。姑娘，长公主没有说你什么吧？没有，我还得了皇后娘娘的一支凤钗呢。我不想这么快回府，要在外面逛逛。你回去跟我爹娘说，我没事。姑娘，我不管，你要是不跟我去，我就自己去。两位姑娘吃点什么？随便来几个招牌菜。好嘞。上回书说到，陆云亭这位将门之后7岁便失了双亲，他父亲陆老将军战死沙场，母亲当夜便殉了情。一夜之间，偌大陆府只剩下一个孩子和一支群龙无首的陆家军。10岁的陆云亭为了保全陆家军，自请上阵杀敌。那些想要分割陆家军的人，见一计不成，便再使一计，不管什么战役，都让陆家军上，想要陆云亭同他父亲一样战死沙场。可惜他们事与愿违，陆云亭率领陆家军打了一场又一场的胜仗，战功累累。转眼7年过去，陆云亭已然长成了他父亲当年的模样。18岁的少年将军，谁能不爱？前面还讲金戈铁马，怎么一转脸就开始拉郎配了？这是说书还是说媒呢？就是，本公子不想听那些，给我说战场上的事儿。你不想听，我们想听。唐师傅，陆公子生得如何？可有我们太子殿下那般好看？陆将军此番回京，正是奉旨议亲。至于陆将军生得如何，老夫不曾见过，但听闻是个英俊的少年郎。好了，陆云亭的故事到此暂歇，明日再会。扫兴！你不觉得当年的事情有些奇怪吗？你指的是什么？不是说敌军潜入城内，打了陆家军一个措手不及，陆老将军不愿意放弃百姓，和敌军殊死搏斗，战死了吗？这还不奇怪？陆家军个个有勇有谋，怎么可能轻易被敌军潜入？除非有人里应外合。当时城内可是有1万陆家军，5位杰出的将领，陆老将军不能不派人出去求援，不是被围城了吗？边陲城池通常都挖有暗道，为的就是求援。最讨厌说话说一半的人了。连普通百姓都想得到的问题，陛下和陆家军那些人为什么想不到？除非那些不合理之处都被合理化了，但这一切都建立在陆老将军的死有隐情的前提下。万一没有呢？小瓜，陆老将军的死有阴谋吗？有，他是被人设计杀死的。他是被谁设计杀死的？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陆老将军出征前发现有人暗中勾结敌军，还没来得及查是谁，便走漏了风声。那人知道自己会暴露，便想杀人灭口。所以凶手是谁？宿主，你哥哥正气冲冲的朝你走来。哥，我错了。错哪儿了？出宫后应当立即回家，不该在外面瞎逛。你在宫里都做了什么？爹和娘被陛下宣进宫了。陛下为什么会突然召见？小瓜，你知道吗？也许是叫你爹娘进去商量你和太子的婚事。不会吧，我一点也不想当太子妃啊！你先回家，我去找人打探打探。江尚书，你们可知道自家闺女身上的怪异？臣知道，样样一出生，臣便知她与常人不同，这也是臣一直不让她出门的原因。那她心中所想，可都是真的？臣私底下求证过，千真万确。该死！陛下恕罪，请陛下看在小女不知者不罪的份上，饶恕小女。江尚书、江夫人莫慌，陛下说的不是江姑娘。江姑娘似乎并不知道别人可以听到她的心声，江尚书为何不告诉她？此事说来也相当怪异。每当我们要告诉她真相时，整个人就痛苦的发不出声音。江尚书可愿和陛下结为亲家？回陛下娘娘，小女不学无术，实在配不上太子殿下。确实配不上，那姑娘说话太露骨。可江姑娘今日做的牡丹诗艳压群芳，那不是她写的。江尚书当真不愿这亲事？不愿。小女天真烂漫，臣不愿她被困在这高高的宫墙之内。既如此，本宫也不强人所难。但他们日后若是就互相喜欢，江尚书可不能横加阻拦。这是自然。行了，你们起来吧。鉴于江姑娘的特殊，朕会派人随时左右保护她。见过皇后娘娘。这几日辛苦各位姑娘暂留宫中，待事情结束，本宫便让你们归家。另外，江姑娘身上的特别之处，你们只当不知，本宫不想听到有关新生的半个字。臣女定当守口如瓶。父皇母后那边可有什么动作？皇后娘娘把今日赴宴的贵女都留在了宫中，上姑姑也去太医院调阅了所有娘娘宣太医的记录。婉嫔娘娘每月的初1或15会宣卢太医请平安脉。原来如此。爹娘，你们没事吧？陛下为什么召见你们？皇后娘娘说想和我们家结亲。爹，你不会答应了吧？我才不要和一群女人共用一个男人，会得病的。宿主，这里3妻4妾很正常。那我就不嫁。哥哥说过会养我一辈子，不然婚前就说好不纳妾。爹，妹妹不能进宫，我可以养她。行了行了，我没答应。皇后娘娘说了，你们年纪还小，可以相处看看。那可能性不大，除非太子殿下只要我一个人。以后你出去必须带上她，她会武功，能保护你。宿主，这个姑娘是皇帝的暗卫。陛下为什么要安排暗卫跟着我？可能是保护未来太子妃。你叫什么名字？请姑娘赐名，属下之前排行15。你以后便叫青枝吧。本宫心慌口干，卢太医可知道怎么治？
奸夫淫妇，你们好大的狗胆！陛下，陛下饶命啊！是婉嫔娘娘勾引臣。拖下去！婉嫔，你罪该万死！臣妾该死，求陛下娘娘降罪臣妾一人，莫牵连无辜。皇后娘娘，休要用你那脏手碰皇后！陛下，你如此深爱皇后，可曾记得臣妾才是从小陪伴你长大的人？你还是皇子时，我是你的贴身婢女；你是太子时，我是你的凤仪。可等当你是皇帝时，我却成了你这后宫里一个可有可无的女人。你对得起我吗？陛下，此事交由臣妾处理吧。罢了，此事交于你。无论如何，你都不该私通朝臣。来人，婉嫔冲撞陛下，打入冷宫，11公主送回前家，无诏不得入宫。瑶华宫所有宫人杖毙。卢太医罢免太医一职，处以死刑。什么人？青枝，贼子，丢走！哥，你受伤没有？黑衣人武功高强，我和青枝加起来都不是对手，但他不想伤人。既然不愿伤人，为何又鬼鬼祟祟呢？罢了，既然没有伤人意，那便随他，加强护卫即可。交给你啦，哥。明天我还要出去玩，先睡啦。你呀，心怎么这么大？去吧。江月耀，林婉儿，你吼那么大声干什么？江月耀，你少给我装傻！小瓜，我怎么感觉他们来者不善？宿主别怕，我有他们的大瓜，你知不知道？你的心……林姑娘，你这样很没礼貌，神经病吧？小瓜，我要吃瓜调节。宿主，你面前那个林素素，她肚子里有娃了。有娃了？你胡说！你们两姐妹脑子有病就去看大夫。是你诋毁我的清白！小瓜，她是不是能听见我的心声？不可能，我以统阁保证。青枝，送客。陛下有令，所有人不得泄露江姑娘新生一事，违者斩。林素素的亲事是用手段抢来的，她故意落水让秦氏救她，再散播流言逼秦氏退亲娶她。居然还有这回事，这不是骗婚吗？她肚子里的孩子是林家表哥赵全的。我去，这是要大理寺少卿当接盘侠啊！宿主不打算提醒秦氏吗？算了，我一个未出阁的姑娘，不方便掺和。大人，要不要下官去查一下？我没有替别人养孩子的癖好，给我查！得嘞，明日跟我一起去上朝。陛下要封你为五品编纂，先上几天朝看看。为什么？我操！陛下疯了吧？小瓜，我不想上班。宿
主本色出演就好，一问三不知，上朝打瞌睡。小瓜，我觉得你在骂我。明日卯时3刻出发。卯时，凌晨5点。陛下，西州刺史来报，其管辖下的县城连续下了1个多月的雨，水涝严重，庄稼恐颗粒无收，申请免税1年。确定情况属实后可准。听闻江尚书之女学识过人，敢问面对突如其来的天灾，如何才能更好地降低百姓的损失，避免伤亡？江姑娘，右相问你如对应对水闹天灾。回陛下，臣女不知。一问三不知，这可如何担起为官之任？陛下，臣怀疑那首牡丹诗并非江姑娘所作。此话怎讲？臣前不久在外面请了一个夫子入府教导犬子，不巧那夫子之前曾教导过江姑娘。臣多嘴问了一句，不料那夫子却说江姑娘是一个榆木疙瘩，绝不可能做出赏花宴上那般千古一绝的牡丹诗。江月样，此诗可是你做的？不是。果然，昨日有一公子说那首诗是他所作，请陛下给他讨个公道。赏花宴那日是小女平生第一次出门，她如何剽窃？那就得问江大公子。你放屁！我哥光明磊落，你少往他头上泼脏水。那你说是谁写的？我可以证明牡丹诗是我梦中所经。手佩兰蕊两三栽，日暖风和次第天。做酒不知香在世，认识无人也自香。这些诗都是我梦中所见。你听听，是不是和之前的牡丹诗一样千古一绝？须是臣受蒙骗，请陛下恕罪。吴大人说的轻松，你可知你刚才的一句话，可以毁了我阿兄的名声和前程？杖责30，押入大理寺监牢。陛下这就信了，好像也不怎么聪明的样子。可恶的家伙！小瓜，再告诉我他的黑料，我要弄死他！吴大人当年科举舞弊，买通考官替换了别人的卷子，那考生一家4口全被他害死。陛下，臣女觉得吴大人看起来不怎么聪明的样子，当年的科举说不定是作弊的。江姑娘说的在理，秦爱卿，此事交给你去查。诺。陛下，臣冤枉啊！臣忠心耿耿，有你，有你！爹，你身体不舒服吗？我没事。江姑娘，你怀疑吴大人舞弊，理由是什么？就是觉得他不聪明。宿主，透露点信息给他，好快点弄死吴大人。而且我碰巧听说他的夫子都不看好他。洋洋，爹想去秦大人那里坐坐，你可要一起。大理寺，好呀，我正好没去过呢。都是那个妖女。说谁是妖女呢？就是你这个怪物，你的信了！他怎么像是在怕我？我来这里是想告诉你一件事，陛下已经下令调查你当年科举舞弊的事了，届时你杀人的事也将露出水面，你死定了。秦大人，他犯了什么事？杀父。宿主，这个人是含冤入狱的，人是他女儿杀的。她丈夫是个酒鬼，家暴、赌博，还卖女儿。女儿被侵犯后杀了父亲，母亲替他顶罪。不是的，不是那样的。陈氏，你冷静点。所以这个女人替女儿抵罪了。
事？他情绪有些激动，我们先出去吧，我担心夏老。江姑娘，我想进去拿些资料。好，你去拿。你不是要拿资料吗？我要拿的资料有点多。你想要我帮忙，直说就好啦。上面灰尘多，你别碰，脏也。秦师是不是身体不好，写本卷宗都拿不了？我爹呢？大人去更衣了。这些都是什么案件？陈年积案尚未告破，那为什么还要查？这些卷宗虽是悬案，可身居高位者若藏有祸心，对于百姓来说便是天大的灾难。宿主有一个大瓜，要不要听？什么？秦时看的那个案子，死的不是张员外，是他的双生弟弟。张员外那方面不行，让弟弟替自己洞房去青楼。后来弟弟和嫂子勾搭成奸，想杀张员外，反被张员外杀了。张员外改头换面，成了现在的张员外。所以现在顶着官职的是一个杀人犯。就像秦师所说，一方父母官若藏有祸心，对百姓来说比天灾更为可怕。小瓜，你说你知道这么多的内情，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利用这些内情，帮助那些好人沉冤昭雪，将恶人绳之以法？当然啦，我的瓜可是最熟最全的。秦大人，这个张员外的案子不是怀疑自杀吗？为什么没有结案？因为当时调查这个案件的大人觉得张员外不是自杀。看来这大理寺也是有聪明人的。秦大人，我也要跟你一起查。江姑娘莫要着急，托江姑娘福。其实此案我已经有了些头绪。是的，就是这样。日后秦某若有其他悬案毫无头绪，再来请教江姑娘。好吧，算了，日后我要去朝堂上揪出一些大鱼。洋洋，回去了。爹，你不是说有事要来大理寺吗？怎么我看你是去喝茶吃点心去了？我要更衣，小秦大人，你先送他出去，本官随后就到。爹肯定有事瞒着我。江姑娘要在这里等尚书大人吗？不等。算了，青芝你留下等等我爹。秦公子，林姑娘，有何贵干？秦时，我知道你因为流言生我的气，可那些都是假的，是有人栽赃害我。这林素素又闹哪出？宿主，她刚堕完胎就跑出来了。什么？堕胎？秦时，你听我解释。小瓜，她什么时候堕的胎？孩子是谁的？昨天秦夫人他们走了之后喝的药，孩子是他表哥的。哇，她也太强了吧！昨天堕胎，今天就生龙活虎了，完全看不出来。秦时估计要被忽悠惨了。林姑娘，你不必再说了。秦时，你宁愿相信外人，也不相信我吗？我相信天意。宿主，危险！程月阳，我杀了你！杀了你！糟了，他刚堕胎，我替他肚子会不会出事？宿主放心，他装的。江姑娘，你没事吧？没事。
林姑娘，请回去转告林尚书，明日我会亲自上门退亲。你不能这样对我，妾室你会逼死我的。何事在此喧哗？怎么回事？许是我同秦氏哥哥一起出门，引得了素素姐的怨气。我只盼此举莫要伤了二人的感情。想杀我，老娘玩死你！你女儿，我女儿，林家无法无天，横行霸道，此事我记下了，咱们来日方长。洋洋，我们回家。怎么受伤了？谁弄的？没事儿，娘，就一点小伤。对了，哥，国子监是不是有人污蔑你抄袭？你知道了。今天在朝堂上，有个死胖子影射你抄袭，到底怎么回事？没什么，就是个同窗输不起，联合几个人偷了我的诗，反过来诬陷我，我都解决了。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我们说？娘，已经没事了。老爷，夫人，宫里的太监带着圣旨来了。小瓜不好了，我感觉圣旨要给我赐官，怎么办？凉拌，好想哭，我的咸鱼生活要结束了。陛下有旨，臣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江家有女聪慧过人，才貌双全，特封为五品编纂，钦此。臣女领旨，谢陛下恩典。小江大人，陛下让南家给您带句话。公公请说。陛下希望小江大人不管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只要不危及生命，都要来上朝，不论大朝会还是小朝会。我操，陛下太没人性了！生产界的牛都不带这么剥削的。该来的还是来了。张员外，现有证证明你和16年前的张员外一案，以及张夫人坠崖之案有关系，请跟我们走一趟。这些年，我过得太煎熬了。为什么要那么早上朝啊？就不能定在早上9点吗？实在不行早8也好啊。你说，我建议陛下把上朝时间延后一点，怎么样？姑娘，奴婢觉得不怎么样。小瓜，你的意见呢？宿主可以试一试。你们这位陛下不是一言不合就杀人的暴君。很好，我一定不能再上早8了。这位置不错啊，方便摸鱼。陛下，臣昨日从礼部调阅了吴大人当年的考卷，又查看了吴大人现今的手稿，比较后发现两者笔迹完全，因此，臣又对比了所有考卷，最后确定李成考生考卷上的字迹和吴大人的字迹一模一样。另外，臣调查发现，那名叫李成的考生在成绩出来后的第6天离奇死亡，其家人也接连去世。秦时的效率还真快，不过半天的时间就查了那么多，难怪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大理寺少卿。就是在面对姑娘家的时候有些傻，容易被人哄骗。是不是跟你们这位陛下一样？父皇，儿臣觉得李成考生的死有蹊跷，怀疑是吴大人怕事情败露，杀人灭口。查。这人谁啊？他早不说晚不说，怎么偏偏选我准备说话的时候出来插队？肃国公有何要事？老臣刚刚脚抽筋了，可要搬张椅子来？不用，老臣现在好多了。原来是脚抽筋，这下没人跟我抢了吧？祖宗知道你要说话了，没人敢和你抢，快说吧，早死早超生。
陛下，臣有话要说。臣想给您提个建议。说来听听。臣以为上朝时间太早，有损寿命，请陛下适当延后。这如何有损寿命？臣等天未亮便上朝，且不论睡眠不足，甚至来不及用早食，空腹伤胃啊！有圣人言，一日三餐之中，最重要的就是早食，吃好了，睡好了，才能更好的为陛下效力。哪位圣人所言？朕怎未听过？小瓜，哪位圣人说的？宿主，我是吃瓜系统，不是百科，你就跟陛下说是科学圣人说的呗，反正他又找不到圣人。陛下，臣一时忘了出处，但句句属实，可宣太医求证。求求改时间吧，这太早了，谁受得住啊？不然我就辞官，辞官不成我就挂印而去。不行，江月阳可不能辞官，朕还需他为我大夏找出住处。陛下，江姑娘所言甚是，臣举双手双脚支持。闺女，你胆子真大呀！朕觉得爱卿这番话不无道理。卯时上朝确实是早了一些，那便改为辰时中好了。这就成了，虽然还是早班，也还行了吧？满意了吧？满意了就站回去。陛下，臣还有话要说，臣要弹劾林尚书治家无方，林大人教女无方。哦，难怪昨晚上闺女请教我折子怎么写，折子呢？爱卿何出此言？昨日林大姑娘在大理寺门口无故推倒臣，欲动手伤人。圣人言，子不教父之过，请陛下明察。你咋啥都是圣人言？林清可要自辩？老臣无颜自辩，回去必严加管教。所以现在不罚，想轻飘飘接过，没门儿。殴打朝廷命官，不可轻饶。老臣让他削发为尼，青灯古佛一生。下官觉得此罚甚好，陛下以为呢？朕看可行。陛下，臣还听闻林家二姑娘盛名在外，实则行径与传言不符。小江大人，休要污蔑小女。林二姑娘的道行深，你们当然不可能在外面听到她的坏话。殊不知她在府里打死了多少婢女。虽说都是签了卖身契的，但那也是一条人命啊。就是，太残忍了。有个婢女不过是梳头时不小心扯掉她2根头发，他就命人把那婢女的头皮生生扯下，还把手指一根根砍断，最后活埋泄愤。陛下，臣是否污蔑，一查便知。朕不能只凭你一言便查大臣家眷，须得证据。小瓜，证据就在林府4监的地牢，真正狠人是林尚书，他心情不好便鞭打貌美年轻男子，地牢囚了不少流民百姓，上梁不正下梁歪。林尚书，你好大的狗胆！陛下，臣秦时，着人即刻去查，朕要知道江姑娘所言是真是假。是。不是，我就说了林二姑娘行径与传言不符，陛下就发那么大火。这要是知道其余的，陛下不得爆炸呀？这就不知道啦，兴许是陛下相信你呢。退朝。怎么突然退朝了？所以林尚书是男童？不是，他纯粹心理扭曲。大夏官员都这么变态吗？这朝堂一天也待不下去了。陛下，臣冤枉，是那些人行刺臣，臣才将他们拿下拷问。放肆！你当朕是傻子不成？林尚书，你早备好脱身之计，那些人自然不敢指认你。殿下怎能凭一女子胡言就定臣罪名？哼，你口才这般好，不去当御史可惜了。父皇，他死不认罪，便依江尚书之女所言，做一回暴君又如何？林尚书私造地牢，滥杀无辜，3日后问斩，家眷流放3000里，3代不得入京。陛下，臣冤枉！你就不怕史书笔伐口述吗？史官如何写，后人如何评，朕不在乎。陛下，陛下！夏兴之年，尚书林氏罪极恶，法难容，元帝凛然诛之，以肃朝纲，招活法治无偏。一字不改，一字不改。姑娘，那林家让皇上抄家了，抄家时解救了不少年轻男子，还搜出来大量白银。天道好轮回，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你们是来杀江月样的？正是，你们也是来杀他的。不错，只要杀了江月样，我等便安全。看来我们此行目的相同，联手，今夜取他首级。大胆贼子！小瓜，这些人是来杀我的。是的，目标出现。冷静！小瓜，外面怎么没声音了？又来了一个蒙面黑衣人。那是谁？小瓜，昨晚不是做梦吧？宿主，你没有做梦，你确实被刺杀了。香菱，你怎么了？没什么，姑娘，该去上朝了。陛下也太没人性了，我都被人刺杀了，还让我去上朝。王大人，怎么了？快与我说说。听说陛下今早收到10几份认罪折子，龙颜大怒，将那些人全下了大狱。今日罢朝。不上朝，那也得去工作岗位啊！藏书阁，藏书阁，藏书阁。洋洋，陛下找我，你自己想办法去藏书阁。姑带你过去。臣怎敢劳烦太子殿下带路？臣自己找个小太监带路即可。无妨，顺路。什么？听不出来我是在婉言拒绝吗？江姑娘，这几日可还习惯？不敢欺瞒殿下，臣觉得不太习惯。可是觉得哪里不好？臣觉得同僚们对臣都不太友好，而且我真的不懂朝政，想不通陛下为什么要给我赐官。父皇那样做肯定有他的理由，江姑娘无需妄自菲薄。江姑娘谨记，不可随意揣度圣心。多谢太子殿下提醒。太子年20，文武双全，貌若潘安，东宫无通房侍妾。小瓜，你说的那个男童，该不会是太子殿下吧？请殿下恕罪，臣不是有意的。怎么突然觉得有些冷呢？太子殿下确定没生气吗？宿主，这样掉脑袋的话，你和我说说就好了。太子殿下不是男童，他只是还没遇到喜欢的姑娘。唉，那谁是男童？右相家的二公子何忌。是那小子，怪不得有时候看大哥的眼神怪怪的。那他成亲了吗？没有，他人品不错，已经决定一辈子不娶妻了。那右相的人品怎么样？还行，就是封建观念重，这也是他极力反对你进入朝堂的原因。江姑娘，前面便是藏书阁了，用不用太子哥哥送你进去啊？不必了，殿下进去，众人反倒拘谨，臣自己进去便可。小江大人，下官裴炎带您见孔基佐。你先在外间办公，修缮书籍之事，不懂便问裴炎。没关系，人多热闹。大人今日先熟悉环境即可。
小瓜，现在几点了？8点半。唉，我真是越过越回去，连朝9晚5都混不上了。宿主，你现在有1000亩织田。这么多，那我岂不是变成地主老爷了？织田不是你的，不当官了，朝廷就会收回去。没事，我哥会养我一辈子。万一你哥成亲后，你嫂子不乐意呢？我哥不会喜欢小心眼的姑娘。不知道陛下什么时候能让我辞官？我猜是你当上太子妃那天。那我还是一直上班吧。江尚书之女有太子妃之资，好渴，这里哪里有水喝？小江大人，要喝茶吗？你叫什么名字？下官许征。你有事找我？下官听说小江大人看人很准，想请您帮忙看一个人是不是小偷。其实我不会看面相，那天纯粹是想给那死胖子泼脏水，歪打中着了。我要不是知道新生一事，还就真信了。虽然我不会看面相，但可以给你分析分析。最近母亲总往大户人家后门的一位奴仆送东西，东西隔天又被还回来。东西是你母亲给他的，他不想收，又还了回来。许大人担心的是母亲和那奴臣的关系。问或不问，事实就摆在那里。许大人若是仔细看，会发现他和那个奴仆长得很像。许大人，不妨亲自去问问那个奴仆。多谢小江大人。小瓜，那个奴盆是许大人的兄弟。是，许大人母亲当年走失了一个孩子，1个月前才相认，但那奴仆怕影响弟弟仕途，不敢相认。英雄不问出身，镇国将军以前也是奴籍，不也一样受百姓崇拜？殿下，江姑娘看的什么书？没什么，就随便看看。我靠，小瓜，太子来多久了？宿主看到男女主夜游的时候，那不是来了很久？这太子殿下怎么奇奇怪怪的？陪姑走走。诺。哇，这里可以看到大半个皇宫。夜晚的时候，这里更好看，抬头便可以看到满天星辰。真的吗？可惜我晚上不能待在宫里。你想留在宫里吗？这问题怎么听着怪怪的？不想，皇宫太大，臣怕迷失之后被永远困在这里。江姑娘如此聪明，何惧之有？臣对自己没信心，亦对他人没信心。若是日后这皇宫之中有你想要的东西呢？日后的事，臣也说不准，但至少现在皇宫里没有臣势在必得的东西。还好，他并未把话说绝。太子殿下到底什么意思啊？他不会对我有意思，想要我当太子妃吧？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很有可能。可是我没觉得他喜欢我，我要嫁的人必须得是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那你是祝姑死了，两情相悦，古往今来都没有多少。一个人也能活得很好。宿主觉得好就行。对了，我刚刚发现你们头顶的房梁上藏着一封密信。哪儿呢？你怎么知道是密信？
上面的文字不是大夏的文字，我也看不懂，是崇文馆的学生李子豪写的。难道这封密信是太子殿下授意的？不是，太子也被蒙在鼓里呢。没想到姑再三谨慎，还是被有心之人混了进来。这密信是要传递给谁的？依兰朵，皇帝的兰贵妃，赤水族公主。这赤水人想干嘛？该不会是……应该是有那个意图，但目前还没有什么大动作。现阶段只是宫内宫外互通消息，等他们有动作就迟了。我得想办法提醒太子殿下才行。宿主不是只想吃瓜，不想多管闲事吗？那不一样，有些瓜可以当茶余饭后的谈资，有些瓜可就关乎着天下民生。战争最后受苦受难的还是百姓。江家女儿当真是深明大义。他们什么时候来取密信？有时3刻藏书楼壁楼的时候。有了！殿下，臣方才看到有只老鼠从上面跑了过去。有老鼠？不会吧？藏书楼每天都有人打扫的，江姑娘是不是看错了？臣确定没看错，真有老鼠。殿下快找人来抓，不然咬坏书籍就糟了。江姑娘说的对，书籍珍贵，不能被老鼠咬坏。姑晚一点的时候就叫人来抓老鼠。为什么要晚一点抓？现在抓不行吗？老鼠喜欢打洞，而且繁殖速度快，上面估计有一窝小老鼠。等它们全部回巢了，才好全部抓起来。这样一来，太子元彦殿下的人估计会和前来取密信的人撞在一起，就怕人家死不认账。来取密信的是兰贵妃身边的一个小太监，非常好拿捏。那密信上的字总狡辩不了了吧？上面的文字也不一定就是赤水语啊。江姑娘，我们下去吧。姑方才想起藏书楼中有一本破损的诗集，还请江姑娘帮忙修复一下。殿下，臣觉得还是现在就叫人抓老鼠吧。不急。你不急我急啊！殿下，现在就抓吧，臣怕老鼠。江姑娘，小声些，莫要吵到这楼中的大人和学子。不能惊动到别人，兰贵妃的人说不定就在这楼里呢。殿下，臣真的非常非常害怕老鼠，您看能不能……既然江姑娘这么怕老鼠，那就回文渊阁吧。宿主，这是不是就是你们说的皇上不急太监急？你才是太监！我不管了，这天下又不是我的天下，就让赤水把大夏灭了吧！小江大人怎么了？无事，就是心累。小江大人累了的话，不如就回府休息。我可以回去？陛下特赦小江大人可以回府办公。陛下为何对我如此特别？这个，陛下同下官说的是，小江大人年纪小，还在长身体的时候，不好太劳累。切，说的这么好，那干嘛非要我当官？那我就回家去了啊。这是太子殿下要我修复的诗集，我尽量尽快弄好。裴大人，最近就不要给我安排工作了。小江大人说笑了，下官怎敢给大人安排工作？唉，这大概是当太子妃唯一的好处吧。心动了吗？宿主还没当上太子妃就已经享有优待了，若是当上了太子妃，岂不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太子若不是太子，或许我就心动了。毕竟太子殿下是真的帅。走喽，去国子监逛逛。没想到这身当官还有这个用处，感受到当官的好处啦。如果不用上朝就更好了。那人谁啊？那么嚣张。荣亲王世子。小瓜，荣亲王世子是不是那个污蔑我哥抄袭的人 ？Yes。污蔑我哥抄袭的人，为什么还能待在国子学？
学官和孔航之不管的吗？因为人家是皇亲国戚啊，有权有势。皇亲国戚就可以无法无天了吗？毁人前途犹如杀人父母。我回去就写折子弹劾他们。你想弹劾他们什么？栽赃陷害。提醒宿主一句，这个荣亲王世子可不是什么善茬，说不定你的折子还没呈到元帝面前，你哥就身首异处了。啥意思？杀人了？世子，陛下有令，任何人不能在江尚书之女面前泄露新生一事，违者斩。小瓜，他刚刚是在指我，对不对？外面就你一个，你说呢？真没素质！你刚刚说他杀人了？没有，但也差不多。5日前，他强迫一个寒门学子和一起去吃花酒，路上碰见了自己心仪的姑娘，那姑娘不耐烦他的纠缠，随口说了一句他就是喜欢那寒门学子，也不会喜欢他。结果他当即就把那个寒门学子打了个半死，而且他还威胁那寒门学子退学，滚出京城，不然就跪在他面前学狗叫。那寒门学子为了留在国子监，跪下学了狗叫。欺人太甚！江月样，我去，他有神经病啊！站住！滚开！休想！你找死！江巡，你给我住手！看清楚，他是荣亲王世子，你不要命了？凭什么只让我哥住手？明明是他挑衅在先！哥，打死他！大人，您就别再添乱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先让他们别打了。你也不想江巡受伤吧？学官放心，我哥武功好着呢。快去把孔祭酒叫来。世子，别打了，学官叫孔祭酒了。若是被王爷知道你在国子学公然和人打架，定会罚你的。怕什么？我父王只会夸我打得好。你这人眼中还有王法吗？你不出声，本世子都要忘了。你这个多管闲事的臭丫头，本世子今日就让你长长记性。江巡，江巡，你给我住手！世子，孔祭酒来了。谁先动的手？是他先动的手，我哥只是正当防卫。孔祭酒，你可要秉公处理。小江大人怎么在这儿？下官来看我哥。你因何动手？你们两个跟我过来，其他人回去上课。小江大人，你该回去了。我也是当事人。你先回家，哥不会有事的。不，听话，孔祭酒是公正之人，定会秉公处理的。你若在场外人不知情，还道你和孔祭酒官官相护呢？瞎说，他是荣亲王世子，孔祭酒要徇私，也是倾向他那边。不会的，听话，你先回去。宿主，先回去吧。孔祭主是个公正不阿的好官，会给你哥一个公道的。荣亲王世子偷我哥的事，反过来污蔑我哥抄袭的事也会吗？那得看你哥会不会和孔祭酒说起这件事了。孔祭酒不知道，他先前回乡探亲了，昨日才回京的。哥，把他诬陷你抄袭的事情告诉孔祭酒。好，我回去就扔纸条给御史大人，严查这个混蛋。陛下，臣弹劾江月样不务正业，上班时间睡觉，昨日还带了杂书进宫。我之前就听我爹说过，御史神出鬼没，时常蹲在暗处抓人小辫子。我还以为是我爹夸大，没想到竟然是真的。哈哈，宿主你该庆幸他不知道昨天是你砸了他的头，不然还得多弹劾你一条罪名。还好，不算大。没办法嘛，不包一个碎石，我感觉扔不过去啊。江月样，对于魏大人弹劾你的问题，你有何话说？回陛下，魏大人说的都是事实，但臣觉得工作之余也可适当的放松一下。小江大人那是放松吗？那是彻底放飞自我吧。小瓜，魏大人是穿来的吗？
怎么还懂放飞自我？不是，他是地地道道的土著。无意间用了武侠话本里的话。爱卿说的不无道理，但放松也要挑时间和场合。是，臣日后一定不在文渊阁睡觉看杂书。我去藏书楼看。如此，爱卿便罚俸1个月吧。是。小瓜，我1个月多少俸禄来着？5两银子。这么少，还没我1天的零花钱多，这班上的也忒没劲了。宿主1天零花钱100两以上，什么工作都比不了。没办法，谁让我有一个非常有钱的娘和外祖父呢？想不通我爹为什么非得给自己找苦吃，是软饭不香吗？众爱卿可还有事要奏？小瓜，我都给他扔纸团了，他怎么还不弹劾荣亲王世子？还有孔季氏，他不是要还我哥一个公道吗？怎么到现在还一言不发？果然，这些人都是徒有虚名，关键时候还是怂。陛下，微臣有事启奏。国子监近日闹出抄袭一事，当事人荣亲王世子已承认是他指使人偷了江尚书之子江巡的诗作，而后反过来污蔑江巡抄袭，此举卑劣，意在毁人前途，非君子作为。微臣以为，荣亲王世子不适合再留在国子监进学，给予开除处理，请陛下知悉。臣复议。微臣派人去调查后，确有此事。世子残害同窗，目无王法，且完全没有悔改之意。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请陛下还被打学子一个公道，以安民心。陛下还没说话，该不会是想包庇荣亲王世子吧？有可能，毕竟人家是一家人。可你不是说陛下是明君吗？那是在大事上，况且明君也不可能一点错都不犯啊。那子不教坏父之过呢？请陛下严惩荣亲王世子。请陛下严惩荣亲王世子。袁胜是如何说的？我靠！气死我了！陛下这个混蛋！江姑娘才是我辈楷模啊！哎，你们这位陛下有时候是真的不聪明，人家都暗自招兵买马，准备谋朝篡位了，他还在这里顾念手足之情。什么玩意儿？活该！留一个藩王在京城，不是明摆着让人家谋反。陛下，不管世子如何说，伤人是事实，请陛下严惩。荣亲王世子德行有亏，复夺世子封号，打20大板，开除国子监学子身份，以儆效尤。陛下刚刚不是想徇私吗？难道我冤枉他了？陛下，陛下想的太混蛋了。要不我找机会告诉陛下荣亲王的事儿。如果荣亲王真的造反，这京城百姓也会遭殃。随便副主喽，这瓜确实大。小瓜，这里有没有荣亲王的同伙？有兵部的周大人和吏部的齐大人。荣亲王招揽的兵马有多少？都在哪？10万，在雍州杏花村的山坳里。两位可是有什么话要交代？混账东西！朕对你2人寄予厚望，尔等就是如此报答朕的，臣罪该万死。我已让太子着手调查，若你2人牵扯过深，以九族。陛下，太后娘娘有请。皇帝，哀家在问你话，你为什么派禁军围了荣亲王府？皇帝，哀家在问你话。母后，陛下他……你闭嘴！哀家是在问他。母后想要朕说什么？说荣亲王豢养10万私兵，企图谋反？不可能，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明宇不会的。是不是误会？不日便会见分晓。母后这几日就待在寿康宫，莫要出去了。陛下，你要软禁哀家。希望母后能够理解，朕此番只是不想母后做出错误的选择。什么是错，什么是对？哀家是太后，也是一位母亲。所以，
母后，你是要舍弃朕，选择荣亲王吗？皇帝，你怎会如此想？你和明宇都是哀家的孩子，哀家谁都不会舍弃。是吗？皇帝，明宇他是你的亲弟弟，你父皇走了，雅儿也走了，哀家只剩下你和明宇了。皇帝，留他一命好吗？哀家求你了。传陛下口谕，寿康宫上下自现在起，没有陛下的旨意，不得踏出寿康宫一步。娘，太医！江姑娘，青芝，我想体验一下轻功的感觉，你能带我飞上去吗？好爽，好好玩，我想再来一遍。无风，你们也想玩？我还是不玩了吧。江姑娘，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肃国公之女乔西，我们到里面坐下说话吧。今日请了妙音阁的夏姑娘来弹唱，你们待会儿好好欣赏。妙音阁里的姑娘唱的曲子最好听，尤其是夏蕊夏姑娘，不是谁都能请到她来献唱。这次固若能请到她，还是多亏了江姑娘。夏蕊姑娘起初是拒绝我的，但后面她听到你的名字后又同意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迫不及待的想见见她了。她现在在那艘船上献唱，待会儿才来我们这边。那是谁家的船？也太奢华了吧！皇上白氏的船。哦，玲珑阁背后的东家。对了，乔姐姐，我听说你最近相看人家了，怎么样？有相中的吗？我就只是看了画像，人还没见过。我今天把画像带过来了，你们能不能帮我把把关？好呀，好呀，快把画像拿出来，我看人挺准的。这么多，肃国公只有乔姐姐一个嫡女，可宠她了。这不，乔姐姐选夫婿就跟太子殿下选太子妃一样。我不想和别的女人分享自己的夫君。哎呀，同道中人啊 ！Give me 5！我也是这么想的。哎呀，你们愣着干嘛？不是要看画像吗？快打开来看看。你觉得哪个好？那当然是第3个了，她是7人当中长得最好看的。宿主，别，他有花柳病。不，我仔细看了一下，第3个长得也就那样，还是第5。这个有白月光，孩子都生了。我觉得第7。他不喜欢女人，也不喜欢男人，他想修仙。修仙？这个世界有修仙吗？他想屁吃呢！不想成亲还和姑娘相看，渣男，垃圾！小瓜，你直接说，这里面有没有可靠的男人？没有，都是歪瓜裂枣。乔姑娘好歹是肃国公唯一的嫡女，怎么送上来相看的男人这么差？他们家世都不错，3个世家大族的弟子，2个世子，1个小公爷和1个小侯爷。其实我觉得这7人都一般般，我想再看看。对，人生大事要慎重考虑，多看几个，看到满意为止。我们到外面看看风景吧，听说前面的山峡宛若人间仙境。真的吗？那可不能错过。是不是很好听？是非常动听。我操！滴！有刺客，大家快跑！你们不是来杀我的吗？伤害他们算什么男人？有本事冲我来！伤害他们算什么男人？有本事冲我来！
出手搭救，事后必有重谢。小姑娘，娘！你们看，那是不是陆家军？是陆家军的旗帜。那起码走在最前面的公子，不就是陆小将军？小瓜，他好帅，而且我感觉他和水下救我的那个人长得一样。宿主可以把感觉去掉，他就是把你从湖底救上来的人，是不是心动啦？有一点点，他的模样身材都很符合我的择偶标准，还是少年将军兵哥哥哟。将军，是不是昨日下水着凉了？你的脸现在好红。无碍，善。陆将军，陆将军，陆将军！宿主，你现在这种情况就不适合出来，快回去吧。好疼，等我缓过这口气先。小江大人，你这是怎么了？下官无碍，让将军见笑了。你这个样子看起来不像没事的样子。前面有家药铺，过去看看吧。不用，太医给看过了，下官回家休息即可。那你快回去吧。许安，回去拿5瓶青灵散给我。将军，你昨日不是拿走了1瓶吗？怎么还要？青灵花稀少，青灵散用一点少一点。此次回京，古兰大哥只给了我们15瓶，你这一下子啰嗦，记得拿来急用。什么伤要用5瓶青灵散？将军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说什么？大点声。嘿嘿，属下说回去就给将军拿药，5瓶够吗？要不要多拿1瓶？不用。宿主，快醒醒，有刺客！住手！不许伤害宿主！青芝怎么没过来？平时他不是一直都很警觉的吗？当徒子，你快给我住手！为什么没有人过来呀？香菱这个死丫头，她今天怎么睡得那么沉？姑娘，冒犯了。咦，他好像在给宿主上药。
娘娘，陛下来了。母后，皇帝，明宇呢？哀家要见他。他在回来的路上。荣亲王拒不投降，已被当场诛杀。你还说你不想杀他？这一切都是你的算计，你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让他活命。母后，朕也是您的儿子，若您觉得这一切都是朕的算计，朕无话可说。奇怪，为什么顾若的伤好的这么慢？我的伤都快好了。宿主，我知道顾若的伤为什么还没好啦。为什么？因为他的庶姐在药里加了东西，就是那个给他上药的姑娘。那药再用下去，手要废。月样，你怎么来了？我来救你。这个坏女人在你的药里加了东西，所以你的手才一直没好。这位姑娘，我不知道你从哪里听来这些的，但说话要讲证据，不然我可是不依的。顾若，你相信我，她真的在你的药里加了东西，不然你的手怎么可能到现在都没好？这位姑娘，我是有哪里得罪你了吗？你要如此污蔑我？妹妹，姐姐平儿待你如何，你都是看得见的，我怎会害你？虽然我手上的伤还没好，但也是有好转的。宿主，尊重他人命运，放弃助人情节，避免自我感动。我最后再提醒她一句，毕竟她因我受伤。顾若，你若不信我，你的手就要废掉。说来说去，你还是拿不出证据。梅香，送客。姐姐，月样是我的客人，是姐姐御举了。想要证据那还不简单，找大夫一验便知。梅香，从今日开始，梅香每日都会用这个药膏，妹妹可以好好看看这个药到底有没有问题。当然，现在请大夫验也可以。姐姐问心无愧。他喵的，今天遇到宅斗高手了，看样子他很确信大夫验不出问题啊。他当然确信，因为那药单独拿出来用一点问题都没有。他给顾若用了相克之物，桌上那盘用九阳花制作而成的九阳膏。九阳花是一种极其稀少的珍贵药材，整个大夏没几个人认识。而那药膏里掺了一种名为幽冥草的药草，也是一种非常稀有的药材。两者单独用大补，但要是一起用就会产生毒素。那种毒素会毒害人体的神经，久而久之就会神经退化，失去知觉，严重的话还会瘫痪。这可怎么办才好？不知道，他现在好像更相信他姐姐。既然姐姐都这样说了，那就验一验。妹妹相信姐姐，也相信月样不会无缘无故说这样的话，搞清楚也好。妹妹，你刚刚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没有啊，怎么了？我当真没想到，我这姐姐竟藏着如此祸心。没事，可能是我听错了。妹妹既然想验，那便验吧。刚好今日太医过来给祖父请脉，我们请他帮忙验一验。夏雨，送姐姐。诺。顾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之前我就感觉到手臂偶尔会没知觉，原以为是伤没好的缘故，但你刚才说药膏有问题，我就忍不住怀疑了。那你怎么？我那是要稳住他，不然让他察觉出端倪，消灭证据了怎么办？没想到你看起来天真烂漫的，还会勾心斗角。见得多了，自然就会。小瓜，你说我穿越到宫斗剧里能活几集？宿主想听真话还是假话？真话。那可能活不过一集，顾雨薇都不用动手，随便说几句话就能弄死你。二姑娘，我们雨薇对你如何，全府上下的人都是有目共睹的。他知道你受伤后，亲自给你熬药上药，忙前忙后的照顾你，你怎能因为外人的一句话就怀疑他呢？若儿也只是要弄清楚，不然这心里啊总有一个疙瘩，往后都不能和姐姐自在相处了。若儿说的在理，这事一定要弄清楚。陈太医有劳了，太傅言重了，不过是举手之劳。其实也不必演。若儿，你此话何意？祖父可知孙女那个朋友是谁？是江尚书之女江月耀。陈太医，这两样东西里面含有相克的药材，
同时服用会产生毒素，轻则使人失去知觉，重则使人瘫痪在床。既然如此，下官即刻去检验，便不参与太傅家事了。跪下！说，你为何要毒害自己的妹妹？祖父，我没有。你还不承认？祖父，孙女没做毒害妹妹的事，如何承认？祖父，你要保重身体啊！你要证据是吗？我告诉你，小江大人的话就是最好的证据。那些蛇眼，说，你为何要毒害若儿？老太爷，余威肯定是受人挑拨，一时糊涂才会做下这种错事。求您看在他年纪尚小的份上，饶了他这一次吧。受人挑拨？姐姐这话是在给谁泼脏水？大姑娘那么精明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受人挑拨？你急着跳出来干什么？我可没说你。清者自清，何来心虚？倒是你说那话不觉得好笑吗？大姑娘年纪小，难道二姑娘的年纪就不小了？够了，你们都闭嘴！若儿，此事你想如何处理？他既想废了我的手，那便自食其果吧。小江大人，小江大人，陛下有请，快随老奴进宫一趟。皇后不必多礼，好好喝药。陛下怎么把江姑娘带来了？你之前不是说想见这丫头吗？朕见她伤好的差不多了，便选进来陪陪你。下官见过皇后娘娘，愿娘娘凤体安康。免礼，赐座。你身上的伤可还有大碍？谢娘娘关怀，下官的伤已经好多了。真是个乖巧懂事的好孩子，当时吓坏了吧？臣当时觉得自己必死无疑了，好在有好心人出手相救。对了，前几天江尚书向朕要2个侍卫护你安全，朕那时太忙没顾得上安排，待会儿出宫时你带回去。小瓜，陛下该不会又要给我2个安慰吧？怕什么？他们又不会害你，还能保护你的安全。可是我总感觉他们是在替陛下监视我。怎么，你不想要？要，臣要。你放心，朕既然把他们给了你，便不会再指使他们做什么，均无戏言。那他们的月钱你给？难道你还想朕给吗？你好歹是大夏首富的外孙女，怎么抠抠搜搜？来人，宣太医！小瓜，皇后娘娘生了什么病？怎么这般严重？她不是生病，是中毒了。谁那么大胆给皇后娘娘下毒？你说呢？兰贵妃，她哪里来的毒药？又是怎么下毒而不被发现的？金安侯把毒药送进宫，兰贵妃把毒药佩戴在自己身上，后宫的娘娘每日来请安，她就趁机下毒。那毒药类似香料，验不出毒性。照皇后娘娘这个情况看，3天之内不服解药，必死无疑。这孩子气性这么大，不是？太子殿下没发现藏书楼上面的密信吗？发现了呀，但他们似乎想放长线钓大鱼。陛下这个大傻叉，现在好了吧？大鱼没抓到，反倒是害了皇后娘娘。宿主，你打算袖手旁观吗？皇后娘娘那么好的人，我不想她死。陛下，你看，皇后娘娘吐出来的这些血是黑色的，这一看就是中毒。血的颜色好像是不太正常，朕也觉得是中毒，不然皇后不可能突然就病得那么重。太棒了，陛下是色盲，我刚刚还担心他质疑我呢。所以陛下，快去把最近和皇后娘娘接触过的人都拷问一遍，最好搜一下他们的宫殿，说不定能找到解药。行，朕知道了，你先出宫，
这种场面不适合你一个小孩子家家看。看来有些东西对我来说是吃瓜，可对于其他人来说却是救命的情报，乃至只福泽天下黎民百姓。可我就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女子啊！宿主不必太过纠结，咱们虽然是吃瓜的，可说到底，如何利用这个瓜，还是依靠宿主心中所想。说不定啊，这瓜吃着吃着，宿主就拯救了天下苍生呢。要是真的就好了。谁啊？还有没有点公德心？我去，帅哥！小江大人，在下白氏长子白眼，今日是为家中一桩旧案，恳求小江大人相助。白氏跟我有什么关系？宿主，玲珑阁有白氏的股份。既然是白公子当面，在下自然全力以赴，请。这要是帮了他一个大忙，那岂不是玲珑阁畅吃？我娘没死！不戳。你娘现如今被困在了那明月山庄，具体是谁干的，想必白公子心中已有人选。白眼谢过小江大人，我此前所求不过是我母亲失联，如今得知母亲尚存人身，此为天大恩。这玲珑阁，小江大人日后挂我账上即可。小江大人，在下先走一步。解决那2个护卫。谁在那里？赵奇怪，娘，娘，眼儿，是，我是眼儿，你的儿子眼儿。儿子，娘，我来接你回家。眼儿，娘好想你，爹好想回家。你叔叔把我关在这里，不让我出去。眼儿，你快走，你斗不过小叔的。娘，莫怕，孩儿这就救你出去。公子，这个铁笼是用玄铁打造的，普通刀剑砍不断，砍不断，那就开锁。娘，我们出去。烧了。公子，我们现在就带夫人回家吗？不，我娘必须清清白白、堂堂正正的回家。晋安侯沟通外敌，联手兰贵妃毒害皇后娘娘，其罪当诛，即刻问斩。晋安侯何府上下男丁处死，女眷流放大漠。朕有意出兵赤水，可我爱卿愿意领兵出征。小瓜，我没看错吧？他们那样子是想让陆云亭带兵去攻打赤水，人家才刚从战场上回来，不带这样使唤人的吧？就是，就算是一头牛，也该给人歇一歇。怎么，众爱卿都不愿领兵出征？那是不是想朕御驾亲征啊？末将愿领兵出征。曹将军，
朕在宫里等着你凯旋。不行不行，不能派他去。为什么？难道他也要造反？因为他是赤水族人，准确来说是半个赤水族人。他母亲是大夏人。这到底是什么怪物？怎么回事？他怎么会是赤水族人？大夏建朝第2年，天下大旱，百姓民不聊生。年仅10岁的曹灵月扮作流民混入大夏百姓中，自此便拥有了大夏百姓的身份。我去，他们30几年前就计划攻打大夏了。你说他和兰贵妃是不是一伙的？是也不是，兰贵妃是摆在明面上的明旗，她是隐藏在黑暗中的暗旗。他知道兰贵妃的存在，兰贵妃却不知道他的存在。那他现在请命领兵出征，是想搞事情？曹灵月这些年利用大夏将军的身份，帮赤水族除掉了好几个和赤水抢夺地盘的部落。赤水族从1000人部落壮大到可以和大夏叫嚣。陛下若是派他领兵出征，会不断吃败仗，然后全军覆没。父皇，此去赤水路途遥远，曹将军的腿尚未完全康复，不如另择人选。臣有量。那众爱卿认为派谁去才好？臣觉得京兆尹谢大人就很不错。区区一个赤水，派谢旭过去，未免太看得起他了。陛下也太自负了，能够以最小的代价打胜仗不就行了？管他看得起看不起。张知远，此次出兵赤水，由你领兵出征，末将领命。咋唉声叹气的？张小将军也有问题。他没问题，是个非常不错的小伙子。可惜这次出征大概率会战死沙场，他才刚成亲，孩子都还没有呢。张家怕是要绝后了。陛下，犬子性子不够稳重，这次还是让老臣领兵出征吧。莫急。为啥？仗都还没开始打，你怎么就知道他会战死沙扬？有实力也耐不住兵器有问题啊！铸造司的官员把打造兵器的玄铁偷偷卖出去，买回来一批劣质的铁料掺到玄铁里。现在他们越来越过分，直接不掺玄铁了。谁拿到不好的兵器，那就是他的命。混账！陛下发什么神经？你不用跪了，过来。赐座。我靠，这什么情况？小瓜，可能是陛下太宠你。陛下，臣恳请彻查战备，以防宵小作祟。这两个倒是有脑子的。话说朝廷验货的时候都不检查兵器的吗？抽检。我等下去找镇国将军唠唠嗑。张铁生，这次还是让你儿子领兵出征，哪有父继子出征的？诺。都起来吧。除此以外，今日6部职位空出不少，朕欲把今年科举的时间提前。众爱卿意下如何？陛下圣明。为防止科举舞弊再度出现，此次科举就由江月样负责监考。不用如此惊讶，朕相信你一定可以的。等等，陛下您刚刚是让臣监考科举？不错。陛下三思，臣年纪小，学识一般，难当大任，请陛下另择人选。爱卿谦虚了，你虽年纪小，但有一双火眼金睛，朕相信在你的监考下，没有谁能够徇私舞弊。我谢谢您嘞，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您哪来的勇气相信我？宿主，元帝的勇气大概是吴大人给的。吴大人在秦时的严刑考理下，终于承认自己杀害了李成学子一家，判3日后问斩了。这么儿戏的吗？不行，这太麻烦了。陛下，臣自小身体不好，恐怕无法担负这么高强度的工作。孔七景和吏部尚书等人会协助你，你只需在考试时巡一遍考场就行。臣领旨。不，陛下这个混蛋！退朝！你，尤其是你，来御书房。荣亲王的军师萧山请求以他一人之死换取所有叛军活命，朕勇了。但谢旭跟朕求情，希望朕能饶他不死。众卿意下如何？
又是一条被科举舞弊殃及的池鱼。啥？萧山也在科举时被人替换了卷子，但他比李成聪明，自知斗不过那些人，没为自己申冤。后来成为荣亲王的幕僚，荣亲王答应他，只要坐上那个位置，就让萧山负责科举，绝不干涉。萧山不想再有人被换瘸子，想改变科举舞弊的常态，所以为了实现这个宏愿，他协助荣亲王造反。陛下，微臣以为萧山此人心怀大义，可留下来一用。末将从叛军口中了解过萧山，此人学识渊博，曾多次领国亲王出谋划策，有些事恐怕连右相都不如他处理得好。你们觉得呢？别看我，别看我，我不想回答。江月阳，你来说说你的看法。回陛下，臣觉得右相大人说的对，萧山此人心肠不坏，有勇有谋，若能收归朝廷，必能为陛下所用。既如此，那便暂且留他一命。对了，江月阳，朕想了想，让你一个人巡视考场，工作量确实大了些。你才知道啊？所以朕决定让太子帮你一起巡视考场。陛下此举肯定是想让我和太子殿下培养感情，这老登狡猾得很啊！宿主，看来你这个未来太子妃是当定啦。陛下，臣闲来无事也想打发时间，恳请陛下让臣和太子殿下一起协助小江大人监考科举。林渊将军想监考科举？臣自小上了战场，还从未见过科举的盛况，想感受一下氛围。既然林渊将军感兴趣，那便去看看吧。太好了，这样我就不用和太子殿下独处了。小江大人的伤可痊愈了？好多了，多谢。您的指点江山金手指已送达，请查收。那个陆将军，下官先行一步了。谁要再叫我，我跟谁急！小瓜，指点江山是什么金手指？宿主，你之前不是问可不可以氪金升级吗？经过主系统和科研人员的一致商量后，同意了你的诉求。指点江山就是给你的保护机制，但具体呈现什么样子，需要开启后才知道。5000万星元币，8000万星元币，加起来1亿3000万，成交。炎灵果服用后获得炎灵之力，不限使用次数，不限使用人数。小瓜，什么是炎灵之力？专为来说来操控一个人，他不管愿不愿意都会照做。注意，只能用在肢体的控制上，不能控心。明白了，所以这就是你给我申请的保护机制。我只是申请，具体给什么是主系统决定的。怎么样？什么味道？有没有特别的感觉？甜甜的，跟红枣差不多，没感觉到特别。我现在是拥有炎灵之力了吗？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要不宿主试一试？兰兰，翻个身给我看看。转圈。转快一点，我叫停下才能停下。行了，停下来吧。我决定了，今天晚上我要当暗夜英雄，惩奸除恶。姑娘，有危险！宿主，在你前方50米处有一群黑衣人。我去，这么多！你们都给我站住，不许动！
清明，过去试试他们是不是真的不能动了。你们对我们做了什么？你去扇他们每人一巴掌。没吃饭吗？大点力！你反手摸耳朵，你倒立唱歌，你做100个俯卧撑，你捏着鼻子转100圈。你去把他们全杀了！你去把他们全杀了！你杀了那么多人，回去肯定活不了。只要你告诉我你们的组织在哪，我就放了你。宿主，你想知道血煞阁在哪里，可以问我啊。这个组织叫血煞阁吗？你知道？暂时不知道。你逗我玩呢？只要你让我看一下他们的脸，我就知道了。快躲开！2次了，自己2次遇到危险，陆云婷都恰巧遇上，怎会如此赶巧？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公子，貌似有危险的是这些黑衣人若干。我不是给了你风之羽吗？原来这个哨子叫风之羽啊，还挺好听的。你不要岔开话题。我想吹来的，可是不需要啊。你这是在担心我？江姑娘是陛下看中的人，我作为陛下的臣子，自然要担心你的安危。清明谷雨青枝，我们走。将军，你真是个木头。宿主，你为什么要对陆云婷生气？我才没有对他生气。你骗鬼啊！你昨晚都气得来月事了，还说不是生气？就不是。行，你说不是就不是吧。算了算了，是我想多了，不怪他。有事启奏，无事退朝。陛下，西周灾情未得控制，左侍郎王大人请求追加100万两赈灾银和2000担粮食。准。于爱卿，司农寺今年可有把粮食产量提高？回陛下，微臣无能，粮食产量一如往年。宿主，你不是找到了土豆吗？不打算交给朝廷？如今大夏实力雄厚，我担心拿出来土豆会引发祸患，所以我想把土豆给我外祖父种，让他赚更多的钱，到时候让我外祖优先卖给陛下。对了，小瓜，土豆的亩产多少斤来着？按照现在的产量来算，大概是2000到5000斤之间。不说这个了，我刚刚发现大殿里多了一个没见过的人，那是谁？皇王殿下。皇兄，什么都别问，下朝后臣弟再跟你解释。原来他就是皇王殿下，确实长得不错，但比太子殿下和陆云婷还是稍逊一些。不过他看起来挺成熟稳重的。那你可就看错了，他其实是个十足的恋爱脑。哦，你详细说说他如何恋爱脑了？皇王喜欢上了幽州的一个姑娘，为了接近那个姑娘，不惜自降身份，到那姑娘家里当下人。你知道他负责的工作是什么吗？什么工作？倒夜宵。皇王殿下追人的方式也太另类了吧？他身边就没有恋爱高手给他出谋划策吗？没有，大都是母胎叟多，不然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哪里正经追过姑娘？由此可见，皇王殿下是真的很喜欢那个姑娘了。
但他为什么不摆明王爷身份，或者请陛下赐婚呢？稻叶姜很香吗？这你就得问他了。恋爱脑的人脑回路都有些不同。接下来这个瓜是肃国公的，听吗？肃国公是乔西姐姐的父亲，我要是听到了什么不好的瓜，那我和乔西姐姐说还是不说？算了，我这个人藏不住事儿，还是不听了。我建议宿主还是听一下比较好。那就听一下吧。上次顾若不是说肃国公只有乔西一个女儿吗？其实不然，肃国公还有一个女儿。我去，私生女！刚刚小江大人是说本官还有一个女儿？不可能啊！老夫一生光明磊落，怎会有私生女呢？不是私生女，那是乔西的双胞胎妹妹。伺候肃国公夫生产的苏嬷嬷有一个女儿，怀胎10月被夫家休回了家。苏嬷嬷看着国公府的荣华，起了狸猫换太子心，她的孙子成了肃国公家的公子，肃国公的女儿沦落为一个野孩子。国公切我气外身。唉，肃国公的另一个女儿现在怎么样了？她现在正被他名义上的母亲逼着嫁给一个可以当他爷爷的男人当小妾。苏国公，朕看你脸色有些苍白，可是身体不适。陛下，老臣心脏有些不舒服，请容老臣先行告退。心脏不好，切记控制好情绪。现在什么都还为时不迟。谢续，送肃国公回去。有事起奏，无事退朝吧。退。江尚书，小江大人应该快到及羲之日了吧？回陛下，正是5日后。退朝吧。后日就是我18岁生辰了，可我怎么觉得好累啊？明明我什么都没做。宿主，你什么都不做就已经很累了，这叫公主病。你才有病！小姨，陪我出去一趟呗。去哪儿？去妙音阁。我想请夏蕊姑娘在我生日宴上献唱，上次没听成，怪可怜的。你爹娘知道了又要念叨，所以咱们偷偷去嘛。香菱青枝，走走。月样，你怎么来了？我来请夏蕊姑娘后日到我府上献唱。你的伤好了吗？好了好了，你给的药特别好，我用了2天就好了。说起来也巧，我和乔西姐姐也准备请夏姑娘去你的生日宴上献唱呢。那感情好，我可以省下一笔钱了。没问题，这钱我出了。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小姨宋希和。小姨，她是太傅孙女顾若，她是肃国公之女乔西。乔姐姐最近也在相克人家，你们可以互相交流交流心得。宿主，你想让你小姨和人家交流什么心得？怎么在一堆男人中挑中一个最差的？我跟你们说，我家里爆了一个大瓜。什么？我竟然还有一个双胞胎妹妹。现在的弟弟不是我的亲弟弟，是当年家里嬷嬷来了个狸猫换太子。这不就是早上肃国公家里的瓜吗？还真是巧。那后来如何了？还好我这妹妹根子没歪，我爹也是心善，打算重新教导。至于我弟弟，毕竟养了这么些年，也有感情。乔西姐姐，防人之心不可无。既然是你家嬷嬷狸猫换太子，想必也是为了权势。不错，你这弟弟或许藏有另一面，一定要小心谨慎，留个心眼儿。这是自然，我省得。快，表演要开始了。什么表演？妙音阁每天中午和晚上都有舞蹈表演，听说今天跳的是西域舞蹈。
拜托，好像我才是年纪最小的那个吧？报官，快报官！大理寺办案，封锁妙音阁。死者叫什么名字？他叫小葵。是谁第一个发现死者的？大人，是我。小葵在我面前直直倒下去，我以为他是太累了，想去扶他，谁知……今日死者都吃了哪些东西？回大人，小葵今天没什么胃口，就吃了半碗肉粥。还请姑娘带我去死者房间看看。死者最近和谁起过争执？小葵脾气不好，和我们每个人都有争执。昨日还未经同意就私自进入夏蕊姐姐房间，两人大吵了一架。夏蕊何在？大人，夏蕊今天一天都在房间招待客人，从未离开过。柳老板，妙音阁现下出了命案，本官要对整个妙音阁进行搜查，请配合。民妇定当全力配合。搜！屈原呀！原来夏蕊姑娘招待了一上午的客人是她。大人，陆将军也在此。陆将军怎么也在此？听取，好雅兴，可是和夏蕊姑娘一起。秦大人还有问题要问？没有的话，我想找个地方坐。请便。小江大人也在。陆将军能来，下官不能来吗？陆将军还是先关注案子吧，保不齐将军这里有关键线索呢。死者死于中毒，毒物就是唇上的口脂。搜！大人，没有。不是，你们查案就查案，困着我们是几个意思啊？就是，这不是耽误我时间吗？让他们走吧。凶手既然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杀人，想必做好了万全之策。不过，小江大人要留下，还有那陆云亭，他在夏蕊房间许久，也许盘问一番。好。秦大人能找到凶手吗？能吧，秦大人的破案能力还是很厉害的，就是可能需要点时间，相信他们吧。苦命的姑娘，这个混蛋凶手！小瓜，你知道凶手是谁吗？来了来了，终于来了！别，让我先发挥发挥。宿主，我还以为你对凶手不感兴趣呢。换做平时，案件一发生你就该问了。我这不是想看看秦氏能不能破案吗？现在看来好像不太行的样子。你要说这话，我就不赞同了。知道你这几天为什么见不到他吗？因为他在办几桩陈年旧案，都破案抓到凶手了。给他时间，破案还是没问题的。好吧，可我现在就想知道凶手是谁。凶手是先前那个故意说死者和夏蕊大吵一架的舞姬幽兰。他嫉妒夏蕊，故意引导秦时怀疑夏蕊，想一箭双雕。他嫉妒夏蕊，不该直接给夏蕊下毒吗？干嘛绕这么大圈子？因为他原本想把夏蕊和小葵都杀了，但中途出了意外，夏蕊逃过一劫。什么意外？这场舞蹈表演，夏蕊原本也要出演，但陆云亭突然造访，就临时换人了。那还得谢谢陆将军。凶手原本计划用毒口汁蹂害小葵，再破坏彩带让夏蕊从高空摔下来。临时换人后，他还不死心，便把毒口针放到夏蕊房间，企图嫁祸。没找到，真没有，仔细找过。那秦氏他们怎么没找到？凶手想嫁祸夏蕊，应该不会藏得太隐秘吧？因为夏蕊提前发现了口汁，趁机藏到了崔元身上。
真有。凶手杀小葵是因为发现他私底下接客，觉得他自甘堕落，玷污了妙音阁，而且小葵还下药迷晕他，找人毁了他的清白。也就是说，这小葵死有余辜啊？是啊，都不是好人，只有死者肚子里的孩子最无辜。宿主，该你出手了。那陆云婷来这儿干嘛？烦死了！算了，我不想掺和，让秦氏头疼去吧，我要回家。顾若，乔姐姐，我还有事，先回去了。正好我也想回去，一起走。月样，生辰快乐！我们怕请夏蕊来你不高兴，就每人准备了一份礼物。谢谢，快进去吧。江姑娘，生辰快乐！谢太子殿下。江姑娘，生辰快乐，岁岁平安。谢谢你哦。时辰差不多了，洋洋，你也进去吧。嗯。陛下驾到，皇后娘娘驾到。平身，免礼。江尚书、江夫人，你二人把江姑娘的及笄礼推到18，方能让这孩子与陛下及本宫结缘。如此，这礼由本宫主持，可好？好，娘娘亲自为样样行及笄之礼，是极大的殊荣。礼成。及笄之礼已成，今日诸位赏光，不胜荣幸，请共饮此杯。陛下、娘娘，请。爱卿，随意。陛下和皇后娘娘居然来了，有点受宠若惊啊！宿主，高兴吗？高兴。我这儿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先听哪个？坏消息，坏消息是有刺客混进来了。保护好江家姑娘，若有闪失，提头来见。习惯了。好消息呢？好消息是，刺客不是来杀你的，是来杀皇帝的。坏，有刁民想害朕！我靠，这算什么好消息？陛下要是在我家出事，我全家10条命都不够看，9族都要陪葬啊，还不如我死呢！死丫头，说什么胡话呢？快告诉我刺客是谁，多少人在哪儿？女刺客会端着毒酒从外面进来，还有5个混在待会儿表演的杂耍班子里，3男2女。陛下，您那里的风景是不是很好？还行。那臣可不可以站您那边？这孩子是想保护朕，你想站便站。陛下，臣有个东西可以防蚊子，借您带带。借朕带带。您还想要啊？您都不送我生日礼物，总不能再让我出血吧？是我们疏忽了，过后给小江大人补上可好？见此令牌如见朕，送你了。陛下这个败家爷们儿，这种东西能乱扔吗？摔坏了算他的还是算我的？
江姑娘说话太有意思了。我还是第一次听人说父皇败家爷们儿，父皇明明抠的要死。宿主，快收好，这令牌可行使生杀大权，先斩后奏。谢陛下赏赐，但一码归一码，手环只能借您戴的。这丑东西花了你多少钱，竟如此舍不得？陛下，您不会想知道的，1个亿的宝贝，您能有概念吗？1个亿！气煞朕也！这糊涂孩子，为这么个丑东西花了如此多的钱财，花了这么多钱，不还是愿意拿出来保护你呀？宿主来了。陛下，臣看到有蚊子掉进酒杯了，臣的东西不错吧？蚊子都毒死。你把朕酒杯扔了，朕拿什么喝酒？陛下，饮酒伤身，不喝也罢。皇后，你看看他多抠门，手上东西不舍得送朕，连酒都被朕喝了。真是难为这些刺客了，为了自杀陛下，还要先苦练杂术。公子，狗皇帝没喝毒酒怎么办？那就直接上！狗皇帝拿命来！你不许动！皇帝，我和你拼了！你们为何要行刺朕？为何滥杀无辜，重用奸臣？你这个昏君不配当大夏的皇帝！说朕是昏君，看来此事内有隐情。这几个刺客都是可怜人，宿主有没有发现，他们刺杀时没伤害无辜？有个刺客还救了快要摔倒在石头上的宾客，他们不是坏人，只是想报仇。那他们要报什么仇？陛下强抢民女了？能不能想我点好？不对，后宫的娘娘都很漂亮，陛下不至于干那种事。难道强抢民男？还不是啊，陛下杀人全家了。差不多，有人假传圣旨，抄了刺客的家，灭了满门。他在说什么？假传圣旨？谁？原来陛下给人背黑锅了。刺客中的一男一女是前淮南县县令的儿女。10年前，汴州刺史找人诬陷他们父亲贪赃枉法，假传圣旨说皇帝震怒，下令满门抄斩。县令不想连累别人，自己放火葬身火海，只求保下一双儿女。他们一直把杀父仇人当父亲，殊不知人家留他们一命，只是想找他们家的宝藏。宝藏？不错，可他们家哪还有什么宝藏？钱财早就被县令用来救济百姓，开办学院了。我去，这距离得有2米吧？血山爆发啊！这是，还好我躲得快。谢旭，着人去处理这档子烂事，朕倒要看看这群人究竟是为何要刺杀朕。是。张之远领兵器时，发现绝大部分是劣质品，铸造司官员中饱私囊，偷工减料。元帝当即下令将铸造司大半官员抄家问斩，工部尚书革职查办。小瓜，我眯一会儿，你帮我看着点，陛下点我名记得叫我。仲卿，
启奏时声音小些，明白否？温志远，你放肆！啥情况啊？这一君一臣2天一小吵，3天一大吵，都不腻的吗？陛下明知吵不过左相还要吵，何必呢？过后还不是得乖乖认错？宿主，你不懂，人家那是打是亲，骂是爱。谁和他打是亲，骂是爱？温志远，你真当朕不敢杀你？陛下息怒，左相也是为了天下百姓。小瓜，别看陛下成天和左相吵架，其实他心里很喜欢左相。这你怎么看出来的？顾若说陛下想招左相二子为长公主驸马，陛下要不是喜欢左相，怎么可能把心爱女儿嫁过去？也是，太子都把台阶递过去了，陛下再不顺着下，怕是不好收场。对呀，他舍不得砍左相的头，最后还得跟皇后撒娇，让皇后替他去说和。真是众卿可还有事要奏？陛下，微臣近日听说一种名为土豆的食物，可食用且蒙产可观。他怎么没反应？啊，好困啊！小瓜，说个瓜给我解解困，要轻松好笑的。最近吃的瓜都太沉重了。我看看，有了，让我给你说说皇帝和谢意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吧。快说快说！宿主，你觉得谢大人长得怎么样？英姿飒爽，气宇轩昂，威风凛凛。夸谢旭毫不吝啬，怎么不见夸朕？都说女大18变，男大也18变。谢大人小时候跟个小姑娘似的，谢老夫人又喜欢闺女，便把她打扮成姑娘，以至于谢旭5岁前都以为自己是个姑娘。退！陛下，老臣有事要奏。臣亦有事启奏。被吃瓜就要一视同仁，谁也别想逃。有一次，皇帝跟随先帝去谢家做客，一头撞飞了做姑娘打扮的谢大人。皇帝一眼就喜欢上那个胖嘟嘟可爱的谢大人，童言无忌说长大了就跟谢大人成亲。然后呢？哎呀，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谢大人觉得皇帝太娇气，不想和他玩过家家。后来皇帝不知从哪听说亲了姑娘，姑娘就必须和他成亲，于是抱住谢大人就啃了上去。亲了，谢大人都被亲哭了。谢老夫人不知怎么和皇帝解释谢旭是男的，最后扒了谢旭衣服，让皇帝看到两人的相同之处。皇帝差点疯了，因此后来看到谢旭就哭，荣获小哭蛙称号。难怪陛下会撒娇。谢大人呢？有没有受打击？谢大人很高兴啊，因为他终于可以做回男子。他从小就想上阵杀敌，所以他很感谢皇帝亲了他。陛下和谢大人好像还挺搭的，是吉。别说，陛下和谢大人还挺好磕的。要是让我写他们的故事，名字就叫《哭帮皇帝铁血将军爱惨了》。大大想看刷什么礼物可以爆更？算了，还是吃瓜比较适合我，继续上瓜。陛下，臣等已然无事启奏，莫不如……这会儿想下朝了，朕不允许。英国公，你方才说的事朕听得不是很明白，再说一遍。杨青，你方才的建议很不错，待会儿详细说说。这要说到什么时候？脚都站酸了。我去蹲半个时辰茅房怎么样？挺好的，反正宿主脸皮厚，我偏不。有福同享，有难同招。陛下，臣……你闭嘴！尊老爱幼懂不懂？站回去！陛下，老臣说完了。你没说完。臣说完了。朕觉得你没说完，再想想是不是有什么忘了说？是，这容老臣想想。小瓜，他们合起伙来演我。他不会发现我们能听到心声了吧？闺女终于发现不对了吗？他们怎么演你了？英国公明明没话说了，陛下偏要他继续说，难为英国公一把年纪还要配合演戏。皇兄，你中意的太子妃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你说谁不聪明？我说我不聪明。哼，这还不是太子妃就这么护着，
以后还不得被拿捏的死死的？郭乐意，就怕他不给机会。算了，宰相肚里能撑船，不和他一般见识。就你还敢自称宰相？废话少说，快把瓜奉上。那就说说英国公家的趣事儿吧。我家里也有事儿。宿主，你觉得英国公在外是什么样的人？大方、有钱、人缘好。你觉得他有钱？没钱吗？听说他不管和谁吃饭，都抢着结账。事儿是这么个事儿，但他一次都没结过账。英国公好像真的每次都抢着结账，但咱们怎么让国公结账呢？因为他兜里没几个钱。原来是这样。他有钱，但不在他身上。英国公夫人限制了他的花费，现在每月只有3两零花钱，比5岁孙女的月例还少。太惨了，家门不幸啊！不过他虽然兜里没钱，但很会藏钱，随便画幅画拿出去卖就能卖不少。此时他腰带里就藏了几张银票，可惜每次藏不到2天就被夫人找出来，夫妻俩每天斗智斗勇。英国公夫人心思缜密，厉害。不知道英国公膝盖还疼不疼？膝盖受伤了。英国公夫人每次找到藏起来的钱，都罚他跪1个时辰搓衣板。英国公夫人简直是我辈楷模，应该把跪榴莲。宿主要送他榴莲吗？也不是不行，不过我和英国公夫人不认识，找机会送给皇后娘娘，她应该用得上，不然送我娘也行。混账！你想干什么？我劝你把心思收起来。不是说闺女是爹的小棉袄吗？不带这么坑爹的。今日到此为止，退朝。你让下官抄的书，下官抄好了，臣修好并抄了一本新的。你这簪花小楷写的不错。殿下，您让臣修复的诗集有一半是臣哥帮忙修复的，望您莫怪。我知道了。陆将军，皇兄，臣弟认定有必要和母后确定一下太子妃了。陆将军有没有什么事情要和我说？江姑娘所言是。哼，你以为你换了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击毙时，我送的簪子可还喜欢？为什么送我梨花簪子？你不是喜欢梨……哦，陆将军是如何得知小女喜欢梨花的？难道将军以前就认识我？还是你来过我家？陆家小子，第一次喜欢姑娘吧？要不要本将军给你支个招？想当初我追我夫人的时候，下官荣幸。嘿，你小子有眼光，那姑娘是个妙人。她很好。气死我了！姑娘，谁惹你生气了？一个讨厌的闷葫芦，那就别理他了嘛。古雨，去我外祖父家。诺。小姨，你在干嘛？你走路怎么没声的？我知道被你吓死。那人是被你打成那样的？怎么就是我打的了？我就是觉得他好看，多看了2眼，然后他就倒下去了。那怎么还不救人？他是坏人。你怎么看出来的？你不是说我眼神不好，竟看上坏男人吗？还能这样？宿主，你小姨这次没眼瞎，那人身世不简单，大宝贝一枚。有多宝贝？
回二姑娘，这位公子没什么大碍，就是长途跋涉又长时间没吃东西，饿晕过去了。等他醒来吃点东西就行。哎，他什么时候醒？说不准，但应该要不了多久。小妹喜欢的一直是这种类型。样样，你觉得这人怎么样？小姨，你很着急把自己嫁出去吗？你别管，你就说他这个人怎么样，我相信你的眼光。小姨，你发烧了？怎么突然胡言乱语？说，你是何方妖孽？我小姨从来不会说相信我的眼光这种话，她只会相信自己的烂眼光。江月样，我看你是皮痒了。停，我确定你是我小姨了。只有你生气时才会把眼睛瞪得像铜铃。你死定了！行了，别闹了，还躺着病人呢。对不起，小姨，我错了。宿主，你真皮。没办法，小姨这几天精神绷太紧了，得给她放松放松，不然要抑郁。真是疯了！老娘有钱有颜，怎么可能嫁不出去？糟了，小姨病情越来越严重，都开始自残了。不好意思，你的病情比我的严重。宿主，我觉得你小姨挺好的，至少眼睛治好了。小瓜，这男子到底是谁？他是乡试解元方宇安，人品性格没得说，大孝子，不贪慕虚荣，长得不赖，刚中解元，很多达官贵人想招为女婿。不错，有达官贵人想招他，他不愿意。是的，乡试揭榜那日，当地豪绅许下万贯家财，想把女儿嫁给他。他说此生只想娶心爱之人，另爱非他所爱。宿主，你还是担心他能不能平安活到参加科举的？豪绅被拒后恼羞成怒，烧了他家房子，还找人埋伏打了他一顿，抢了盘缠。若不是有人相救，他手都废了。这一路风餐露宿，好几次险些横死。这是个性性坚韧、不畏强权好男。豪绅就不怕他考中后回去算账？怕，所以他在方宇安踏入京城时就动了杀心，派来的人此时就在宋家外面徘徊，只要他踏出宋家一步，必死无疑。对了，你先前说他身世不简单，他又是哪个世家大族流落在外的孩子？他和太子殿下是兄弟。皇子？你确定没搞错？我没听说过陛下丢过儿子。皇帝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儿子，他还是皇子时，为迎娶皇后遣散了后院，其中一个通房已有身孕，但怀孕时间短，没查出来。等他发现时，皇帝已入主东宫，他根本见不到，去找官府，别人只当他当妃子想疯了，所以独自把孩子养大。他一双眼睛都快熬瞎了，如今房子还被烧没了。方宇安本想带母亲一起进京，但母亲怕拖累他，让他好好考试，争取入围殿试，见到亲生父亲。说起来，陛下也有点搞笑，别人孩子一养养2个，自己孩子却流落在外。还有这种大瓜？要告诉他吗？算了，他既然能中解元，通过会试想必不难。到时候殿试，陛下还认不出自己儿子，那就是没有父子缘分。母亲曾说她在大户人家当过婢妾，这大户人家难道是皇家？不可能，一定是在做梦。你们在这看着他吧，我出去办点事儿。大舅，你要去干嘛？查账。我也要去。你去干嘛？无聊，想出去玩。小姨肯定舍不得丢下那位公子陪我玩，只能有劳舅舅们了。那你先去换衣服。我马上就好。小姨，别让这人出门啊！这人不错，把握住。依婷，没事没事。依婷，这些胭脂真的可以送我们吗？当然，你们喜欢什么随便挑。依婷，你真大方，不像胡小溪，说好送我们红绣坊的帕子，到现在都不见影。这些胭脂最便宜5两1盒，我都舍不得买。依婷，你送这么多，你父亲不会责怪你吗？不会，我爹说了，这铺子以后给我当嫁妆，我的东西想送谁就送谁。
我们是不是走错铺子了？他说这是他家的铺子哎。没走错，这一整条街的铺子都是你的，是你周睡时父亲送你的。我靠，整条安平街的铺子都是我的，他竟敢拿我的东西送人！还疼自己的手就拿我的手拍。你是谁？来人啊！他们是来闹事的，赶出去！光天化日，你们还要杀人不成？你去把我爹喊来，你去报官！方才我听见你说这家铺子是你家的，不错，你识相就现在离开。念在你我同为女子，我可以不追究，不然等下官府来了，你就去蹲大牢。哼，那我是不是还要谢谢你的大恩大德？哼，那我是不是还要谢谢你的大恩大德？你们几个把我的胭脂通通放下，你们可以消失了。姑娘，我不知你为何来我家铺子闹事，但白县丁最公正不过，闹事就是不对。你家铺子？这是我家的铺子！哼，姑娘怕是想钱想疯了吧？这里是花颜堂，我黄家经营了10年的铺子。花颜堂何时成了黄家的铺子？黄大山同你说的。你认识我爹？让他滚出来见我！我还奇怪这些年钱怎么越挣越少，原来都被你们贪了。大人，你要为民女做主啊！这些人进来闹事，还冲我拔刀。切，明明就是拔剑。就是啊，剑和刀都分不清，眼神不好是病，得治。还好我视力杠杠的。下官见过小江大人。我的品级比白大人高一级，白大人看起来30多岁，我才18岁，我好牛啊！白大人怎么亲自过来了？刚好人手不足。那劳烦白大人查查，这花颜堂到底是宋家的铺子，还是黄家的铺子？黄家这是鸠占鹊巢啊！呵呵，你去哪儿站不好，非要站到小江大人头上来？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来本老爷的铺子里闹事？白大人怎么来了？家里女眷胭脂用完了，使人来说一声就行，我派人送到府上。当着我的面贿赂，够有种的！白大人若敢包庇，明日我就参他一本。你怎么来了？我若不来，还不知道这铺子改了姓。爹，他们说铺子是他们的，这不神经病吗？混账东西！谁让你胡言乱语？爹，你打我！孩子不懂事，大东家切莫误会。爹，你打我！他说话怎么漏风？没有门牙，怎么可能不漏风？门牙没了？怎么没的？黄一婷平时说话刻薄，前日去面摊吃面，一边吃一边念叨面不好吃，一股骚味，又说老板不洗澡，浑身酸臭。老板媳妇跟人跑了，本就心情不好，强忍着，结果他吃完不给钱，还说肚子痛要赔偿。老板一气之下给了他一拳，2颗门牙飞出2里地。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既然你我各执一词，便请白大人断一断。我和大舅亲眼看到黄姑娘把铺子胭脂送人，怀疑他们监守自盗。你把胭脂送人了？我没有，他们提前给了钱。此案并非如此简单，将人带走。你们没有证据，凭什么抓我？小江大人，下官先把人带回去审了。有劳。职责所在。对了，我外祖父家外面有几个形迹可疑之人，还请白大人派人去看看。你们2个现在就去，将人带回来。是。白大人是肾虚吗？怎么出那么多汗？今天也不热呀。确定了，真是肾虚，难怪成亲多年都没孩子。他没有孩子不是因为肾虚，是不孕。白
白大人不孕不孕，非也。宋大人，下官还需查找些账本。白大人自便。不是白大人不孕不育，是他夫人。白夫人早产体弱，又有宫寒，很难受孕。好不容易怀上一个，因身体原因没保住。大人，你怎么了？突然觉得头晕，属下扶您坐下休息。白大人身体也太虚了。小瓜，你确定不是他的问题吗？照这种情况看，他可能也有问题。白大人，要不要请大夫？不用，坐着休息会儿就没事。如果主要问题在白夫人身上，那白大人是个绝世好男人啊。这个时代的人很注重子嗣，尤其世家子弟。可不是，白大人为维护夫人，不惜往外传自己不育。白老夫人误以为是儿子不能生，对白夫人越来越好。婆媳有没有矛盾，全看丈夫会不会做人。白大人做得很好。宋大爷，我看你和我年纪相仿，可有孩子了？有2个儿子，大的17了，真好。再生个闺女就更好了。难喽，我们3兄弟每人2个儿子，就是生不出闺女。我也想有个闺女或儿子，这辈子怕是没机会了。白大人切莫思虑过重，顺其自然就好。白泽这样的好男人，不能有自己的孩子，确实遗憾。白夫人的病治不好吗？放到现代也不容易治。商城有星际医疗舱，但宿主敢买来用吗？我可以把白夫人约到家里，找机会打晕她，然后塞进医疗舱。这什么老式子医疗舱，这么简单粗暴？我去，这么贵，把陛下卖了都不够。宿主，那是星际医疗舱，这价格已经很公道了。没有别的办法吗？我暂时没那么多钱，也不舍得为外人花那么多钱。有个地方叫药灵谷，谷内住着生死人肉白骨的神医，找到他或许可以治好白夫人。寻医问药时也听说过，却只当传说。现在看来，还真有此地。小瓜，你知道药灵谷在哪儿吗？在边疆大夏和南诏交界处。坏了，怎么在那里？白泽前段时间才杀了南诏王的人，还出言挑衅，他去那边被发现，死路一条。唉，还是不告诉他了吧。孩子可以收养或过继，命没了就真没了。这药灵谷，我非去不可。宋大爷，我感觉好多了，不再打扰。小江大人，下官告退。皇兄，母后那话什么意思？江月样若不想当太子妃，她和父皇也不会强行赐婚。太子，江家那孩子看着乖巧，其实内心倔得很。他若不想，谁也强迫不了。我和你父皇都希望他日后能在朝堂辅佐你。你若真想娶她当太子妃，只能想办法获取她的芳心。花有意，流水无情，究竟怎么做才能？宋姑娘，小生实在不便住在这里，请让小生离开吧。有什么不便的？我家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住，还有我父亲、哥哥、嫂子和侄子。那也多有打扰。方公子，我不让你离开都是为你好。下午的时候你也看到了，有人想要害你。那3人确实是半路抢我盘点，企图打断我双手的恶徒。就是因此，小生才更要离开，以免害了姑娘和姑娘的家人。你这个人怎么说不通呢？本姑娘既然敢收留你，就有本事护住你。要不是看在你，我才懒得管你。小姨，这个声音好像梦里听到的声音，难道不是做梦？那我听到的那些事……你们在干嘛？他要走，公子要走。多谢各位今日出手相救，来日需要小生做什么，请尽管吩咐，但留下实在是不妥。既如此，那我们就不留公子了。样样，小姨，我忘了跟你说，我是这次科举的主要监考官。若是让人知道他在考试之前就和我有牵扯，他又考中的话，别人会以为我帮助他作弊，到时候我会不会有事不知道，但他肯定会受到影响。那怎么办？放他离开，我不放心。你若实在放心不下，那便给他一些银子，再派2个人暗中保护他就是了。喏，
这些银子给你，不是白给你的，等你高中了双倍还我。多谢宋姑娘，日后慢慢还吧。现在最重要的是科举，我一定要考中，好让母亲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那小生就先告辞了。谷雨，科举之前你先暗中跟着他，护他周全。诺。这是什么好玩的地方？停车！这字写的挺有气势，看不出来是什么字体。我去，2个帅哥！姑娘，你认识他？小江大人，如今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呢？在下古兰，见过小江大人。古公子，古公子是醉仙居老板。在下不是，他才是。在下离燕。醉仙居的酒都是离公子酿的。江姑娘也爱酒，家父特别爱。江姑娘不如坐下聊。宿主，我觉得你是有点运气在身上的。什么意思？那个古兰是从药灵谷出来的，他是神医的亲传弟子。在下最近新酿了一些适合姑娘家饮用的果酒，江姑娘可要喝点。上辈子因为酒精过敏，从未喝过酒，这辈子因为年纪小，也还没喝过酒，不知道会不会过敏。好喝吗？在下觉着还不错。那我喝一点。江姑娘稍等。小瓜，待会儿我若是酒精过敏了，你记得及时给我买抗过敏药啊。好。古公子是医者。江姑娘为何如此问？古公子身上有股药香味。为何不是病人？病人身上也有药香味。那当然是因为我知道你是药灵谷的人啊，但我能告诉你吗？那肯定是不能的。甩瓜，我有卦，你是藏不住身份的哎。古公子看着不像是有病之人，宿主要请他为白夫人医治吗？他好请吗？据我所知，像他们这种隐士高人，脾气都有些怪，尤其是医者，请他们出山救人，都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不然就是要答应他们一些非常苛刻的条件。这都是哪些画本中的偏见？不错，在下确实是医者。宿主，有本事的人脾气怪很正常，条件苛刻也正常，但只要是人就会有喜好，你可以投其所好。那他会喜欢什么？医者大概都会喜欢一些稀有的药材吧。宿主院中的七星花和五色花就是不错的选择。七星花，五色花，这不是我正在找的吗？没想到他竟还有那种稀罕。真送啊，我还想留着以备不时之需呢。而且我和白大人的交情并不深，这样我好亏的。没让你整盆送，你可以送一片叶子、一朵花或者一片花瓣，这样也行。当然，那2种花浑身都是宝，就算只是一片叶子，那也很有价值。这样的话，那还可以，一片叶子我还是舍得的。所以，我很快就能得到寻找多年的药材了，不能多给点？江姑娘，这就是在下新酿的果酒，尝尝。清明坏我事，这下好了，一片叶子怕是请不动人家治病了。不，还是可以的，你别反悔啊。
那个，我最近遇到了几次刺杀，他这样做不是针对你们啊，我干了，你们随意。反正我有七星花，不怕中毒。我们还是第一次知道国酒瘾的罪人还是半被盗。别碰我！路不见了。风之羽，坏！别！怎么回事？上次那么多刺客来袭，他都未吹响风之羽，难道这次危险更甚？你们想做什么？把剑放下。这是我的，你们不能抢。我们不抢，但你能不能别吹了？我要回家，我自己能走。看我给你们表演一个走直线。宿主，别走直线了，你都歪到天边去了。胡说，明明就是直线。这条路好长啊！陆云婷，你好慢。他们果然认识。莫怀姑娘好事。你们为何灌他酒？将军，他才喝了半杯果酒啊！你干嘛？我要回家。我送你回去。陆云婷，是你吗？是我。顾兰，我们是不是差点就被揍了？没想到啊，真的没想到。上来，我背你。陆云婷，陆云婷，死了都要爱，不淋漓尽致不痛快。大晚上的乱嚎什么？被宰的老母猪都没你叫的那么难听。死了都要爱，破镜。陆云婷跟我一起唱死了都要爱。放心，下来我也会护着你。这封吃水国的情报必须要送到。陆云婷，你好香啊！宿主，宿主，怎么了？宿主，席卷天下的动荡即将来临，稍有不慎，整个大夏都将生灵涂炭。大夏风调雨顺，怎么忽然就要生灵涂炭了？有一本账册即将现世，朝堂将迎来一场血雨腥风，而这场动荡的源头与赤灰族和荣从前余孽的联手关牵扯甚广。有多少人？半个朝堂。半个朝堂。那陛下岂不是？不仅如此，赤水族已经暗中联络了这些朝臣，一旦账册现世，他们会狗急跳墙，提前发动叛乱。那怎么办？宿主，
你必须赶在账册现世之前提醒陛下做好防备，否则大夏危矣。我知道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或许我这吃瓜系统，便是为了此刻